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阿星现在在宁夏银川的贺兰山脚下，我的左手边呢就是非常雄伟壮阔的贺兰山。这个贺兰山呢是连接内蒙还有宁夏两地。它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在蒙语里头啊，这个贺兰意思就是骏马的意思。它这个山势啊像万马奔腾啊，非常的漂亮，所以叫贺兰山。那我现在来的这个地方啊，是位于贺兰山脚下的西夏王陵。看我身后啊，这个土堆堆，这个土堆堆呢是近看土堆堆，远看土堆堆。但是你大概一看啊，它是土堆堆；你仔细再一看呢，这仔细看它也是土堆堆啊。整个西夏王陵呢，可不是就我身后这一个陵啊，它像一个墓群一样的，特别的大，有60平方公里。那里边呢有200多座陵墓，那其中呢帝王陵有9个。那我身后这个比较大的，据说埋葬的是西夏开国的皇帝李元昊。其实坦白讲啊，就来这儿看啊，就没啥看的。那主要呢，了解就是历史。咱大概的讲讲这个西夏的历史啊。它是1038年的时候建国，就开国，就是李元昊。其实存在的时间很短，就100多年就结束了。被谁结束的嘞？就是蒙古大军啊。咱老提这个西夏，就是神秘的西夏，神秘的西夏。它神秘在哪儿呢？其实就是一夜之间，这种丰富灿烂的文化就消失了。为啥一夜之间呢？这就要讲到，哎呀，这个蒙古大军啊是够残忍的。用屠城的方式灭了西夏。什么叫屠城呢？就是4岁以下孩子留着，4岁以上所有的人啊全部都杀掉，然后把这些坟啊也毁了，这些文物啊什么书籍啊全部都烧掉啊，似乎一夜之间这个西夏就不存在了。所以说呢，咱现在能了解到的西夏文化，全都是从墓里头出土的这些文物啊。那就讲到为啥这个蒙古人这么残忍，要以屠城的方式那灭了西夏呢？这就是因为啊有一种说法。是成吉思汗的死啊，和这个西夏人有关系啊，被这个西夏的弓箭手给射死的。所以说，这蒙古人属于就报仇雪恨，带着仇恨，这能不屠城吗？现在看这些陵墓呢，是个黄黄的，是吧？没有啥审美啊，就是个土疙瘩。但是以前的时候，人家上面是有瓦片的，不仅有瓦片，还有这个木质的结构，而且这个瓦片是带颜色的，应该说是很好看。除了瓦片，你看这儿。从这上面卸下来的很多这些砖石，也就是说，刚盖好的时候，应该是像一个塔一样的结构。从这个角度呢，能看到全貌。它除了里边陵墓之外，你看没，还带4周一圈这个围墙，而且这个围墙啊，以前的时候是带颜色的，也就是说啊，以前看啊，可能就像一个微型的一个城一样的，但是现在看上去啊，我感觉啊，现在才像坟头，是不是？我的身后呢，这个巨大的建筑啊，就是西夏博物馆。这里边展有西夏的文字，还有从帝王陵里出土的很多文物。想要了解西夏的文化，一定要进去看一看。为啥说这个西夏的文化值得研究啊？因为人家真的很全面，自己的文字、绘画、雕塑，还有这壁画。你看这是宗教的佛教，看这顶上很漂亮。这个西夏文化呢，它还是个多元融合的文化，吐蕃、回鹘、契丹等民族文化，而且呢是崇尚佛教，还有儒学。这块有意思啊，以前的古代的武器流星锤。你以为流星锤是铁的，结果人家这个是瓷的。那这儿看，你感觉这个挺落后了，是瓷的，但你看这个就有意思了，弩机的结构，
特别小，还通过放大镜能看，跟个扳机一样。那古人的智慧真厉害。这就是以前的铠甲啊，厉害厉害，穿身上有10几斤重，全是铁链子。没了。这个文字呢，就是神秘的西夏文字啊，你看，感觉长得很像这每一个字儿，咱也不认识，这太复杂了。每个偏旁都是这样子，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就看得更清楚了啊。它这个文字呢，总共是6000多个，是从这个汉字呢学习、模仿、创造而来，这也太复杂了，比汉字都复杂。这让我读啊，我感觉每一个就跟那个咳嗽那声音。如果说西夏的字儿你看不懂，哎，这些画呢，这些画咱也不一定懂啊，就反正看着好看就行了。这颜色多好，不仅是画，还有自己的这石刻。阿星去过很多城市，我发现很多地方似乎都有属于自己的火锅。那来到银川，本地的火锅是啥呢？就这个叫辣糊糊，是叫辣糊糊还是叫辣糊糊，咱也不知道。这家店呢，在当地也挺有名的，叫红果果辣糊糊，来尝一尝极具西北特色的火锅。这个锅底怎么点的？就在这写着了，锅底19，香辣的辣，我要个辣一点的，特辣啊，稍微辣一点能吃。上面有肉，是吧？这个菜是称斤的，是吧？对。行行，我拿点菜。还有鸳鸯锅。哦，好了。哦，就这个。哦，全是辣子面儿。这就是辣糊糊。对，这是辣椒面还有将近20多种坚果。各种坚果混合的。这就属于，然后浇什么呢？浇高汤、鸡汤。哦，哇，太有特色了，是不是很有西北的特色？直接就是辣椒面就上来了。哎呦，厉害！这些辣子面我感觉够这南方的朋友吃几年的。搅一搅，挺香的啊，厉害，全是辣椒面。这南方的朋友能想吗？辣椒面也能吃火锅，但是呢，就是这儿的特色。这个就让我想起来啊，有点像延安的蘸蘸。整个西北的这种火锅的风格啊，就很多相似的地方。还有呢，像就是西安，阿星小时候在西安老吃一个叫杨祥豆腐皮涮牛肚，其实都是这种感觉啊，闻起来特别的香。它这个也不是光辣椒面，还有各种坚果，人家刚才说的各种调料，然后打碎以后经过炒制的，尝尝这个味儿。哇，我感觉到应该是非常的好吃。就这么一蘸，哇，这个辣味香味啊，直冲天灵盖。锅煮着，再拿点菜，这还挺干净的，感觉跟这个麻辣烫有点像。辣糊糊主要吃哪些食材呢？阿星也做了攻略，你像这蘑菇呀，这个凉皮儿，好家伙，这牛筋面、豆皮儿，还有这个面筋，就比较吸味的食材。听说这个最好吃的是土豆片，再拿土豆片。吃火锅还能吃牛筋面，再拿点豆筋儿，我最爱吃就是豆筋儿啊，又吸味又筋道，口感很棒。是
羊肉，这个牛肉，这都是我们自个买的肉，自个个切的是吧？对，你看，虽然说卖相差点，但是肉绝对是。哦，先来盒羊肉。调料碗，我们这一般就调到来这个，来这个看着和锅底也差不多是吧？对，这个辣椒面稍微有点辣，这个辣度应该是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。就是反正是先来个这个。对对对，不管吃啥，先来找这。对，全是辣椒哇。花椒油，喜欢来点花椒油，来点麻，还有芝麻油。你喜欢吃芝麻酱？这个芝麻酱是吧？啊，对。行，我喜欢吃芝麻酱。来上2勺芝麻酱。已经有这么多辣椒了，咱再来1勺这个辣椒粉。啥叫辣糊糊？这个辣不辣咱不知道，一会儿得尝尝。这个糊糊呢是真糊糊，你看这一啄，全成了这种浆了。辣乎乎，辣乎乎，这个锅底得熬一会儿，得把它熬成糊状的，这样子香料的味道才出来。虽然说吃辣感觉不健康，但是人家没有油，一滴油都没有，这属于无油火锅。开锅下菜啊，先下啥？豆皮儿，然后呢土豆片儿。为啥下这2个呢？咱就要聊一聊这个辣乎乎的历史。最早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学校门口啊，或者是公园门口，就是老头或者老太太啊，然后推个自行车，然后上面有个小炉子，那种蜂窝煤的炉子，架个小锅，就1毛钱一串，就这个豆皮儿还有土豆片儿，就这么来的。然后现在啊，就规模大了，放到店里头，你看这全都是80、90后来这吃，这就是回忆的味道。就是说这辣乎乎呢，就涮豆制品啊、土豆片啊、蘑菇啊、青菜这些东西最好吃。来点蘑菇，再把这些肉串放进去。你看最早的时候其实就这样一串一串拿着串吃的，1毛钱一串。就不说锅底了，你就看这碗料，哇，现在就煮好了。当地人啊吃辣糊糊有个经验，让阿星学了一手，就是说煮完以后呢，把火一关。为啥一关呢？第一，吃的不热不烫，关键是啊它也不会变味儿，因为上面没油嘛，是吧？不像川渝火锅，你火一关，这一加好像全是油，人家这开不开火都一样。蘸点这个汤汁，来一个土豆片儿。哇，好吃，煮的恰到好处，还是脆脆的，真的非常的鲜。你看着全是辣椒面，除了辣味之外，香味之外，有一股这种鲜味。再蘸个这个料，这个里头有麻酱，这个料碗里头加了麻酱以后啊，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美食，就是陕西啊香辣土豆片夹馍。也可以说啊，这就是火锅版的香辣土豆片夹馍。土豆片夹馍里头还有啥？还有豆皮儿，再捞个豆皮儿。哇，你看这个豆皮儿起来这个颜值啊，就特别像这个夹馍。哇，好吃好吃。怪不得这么多人。再尝这个炸的火腿肠，你看这些菜啊，都是寻常食材，都没有很贵的东西，就这个肉还稍微贵一点。为啥呢？就是因为啊，那以前啊，就1毛钱一串，你想吃的就是这种感觉。你生猛海鲜下进去啊，还不好吃了，就吃这种各种豆制品，再来这豆筋儿。哇，这个豆角太上头了，吸了很多汤汁，口味忒重，所以说呢，咱在旁边挤一挤，把这汤汁挤下来。重口味美食，可以说不用蘸这个料，这口味已经够了。蘸点汤，再尝这个牛板筋儿。这个口感棒，吃起来很筋道，超过瘾。我要的这个锅底呢是特辣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辣度还行。大多数人吃什么中辣、微辣，其实啊也不算很辣，能接受，好吃好吃，主要就是香辣味儿。
再尝这个牛筋面。第一次吃啊，这辣糊糊版的牛筋面。这个牛筋面呢，就稍微蘸一下这个汤汁就可以了，稍微加热一下，不敢使劲煮，一煮化了。哇，这个感觉看着太有食欲了，就这个颜色，红彤彤的。稍微裹点辣椒汁儿，加热一下就好了。果然上头。我说为啥都说这个好吃啊？就是吸汤汁儿，不管啥食材，只要是吸汤汁儿进去就好吃。我发现这个东西啊，就跟什么砂锅、麻辣烫一样，爱吃的就是以女性为主。你看我身后全是女孩子，然后就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我感觉。赶紧吃啊，吃完赶紧走，不好意思，你看吃的。再下点这个凉皮儿尝一尝。我从小到大吃凉皮儿，头一回吃火锅般的凉皮儿。这个也是稍微煮一下就行了。我刚说这个特辣的不是很辣，我现在可以收回了，因为你这个摄入量受不了。这吃着吃着，这个摄入的太多了，就越来越辣。哇！哇！不行，这口味太重了，得拿点饮料。那个透明的软件可以扎好。刚说了不辣，这会儿都辣懵了都，吸管都拿岔了。这些食材啊，真的要慢慢煮，越煮越好吃，越煮越有味儿。这个美食啊，我觉得就是那种看起来就很诱人的。你看这个汤汁一滴，想吃啊，赶紧火锅下啊！涮羊肉、涮牛肉。辣糊糊涮毛肚，挂了辣椒汤汁的毛肚，最主要是再裹上这个酱，哇，这辣椒致死量，再滴一滴，蘸的有点多了。好吃。看来啊，这银川人童年的快乐就是肛肠医院，啊，就是校门口这辣糊糊，好吃好吃，还能涮面食，炸的丸子，还有油条，来根油条，这油条泡一下就行了。挂汁油条，看这个羊肉，哇，一口肉一口面。你看每家这个辣糊糊啊，都有一个春卷，而且呢，每桌必点就很奇怪。你说人家不讲究吧，人家还有配搭，哦，炸得很酥。这就是一个甜点，也就是豆沙馅的，哦，应该是解辣的，怪不得配这个啊，一吃就不辣了。哎呀，这个辣糊糊就吃完了，非常的美味啊！有多好吃呢？直接买了10包，你知道人家有这种底料。为啥买这个呢？一个是味道不错，关键是回家我想到这玩意儿可以减肥，它没有油，就涮点菜呀、豆制品挺好。
我一看这背面啊，产品介绍很有意思。宁夏辣糊糊原本是小朋友放学的休闲食品，慢慢升级成火锅。好家伙，我一看这我就想到这银川的小朋友啊，那跟阿星一样，那从小就拥有金卡。哎，突然想到一个商机，这广阔的市场，不行，我得给刘大夫打个电话。